联邦特工风暴眼已就位，既玩枪又耍剑的英萨妹子，你爱了吗？克劳迪亚是幻塔公测以后的第一个限定角色，现在又出了一个加强版，也算是闭环了。但真的只有这么简单吗？这个克劳迪亚真的是我们认识的克劳迪亚吗？让我们先看一下原来的档案。听克劳迪亚的叙述，他曾经在海加德学习过，以此为基础构建的档案是这样的：克劳迪亚的父亲是一名执行者，他与母亲作为家属在海加德生活。但是好景不长，身为执行者的父亲一直战斗在对抗艾达之子的最前线，在发现了一个名为黑色末日的计划后，父亲遇险身亡。之后，克劳迪亚为了追寻父亲死亡的真相，也成为了一名执行者。他立志要成为父亲一样的英雄，凭借着出色的能力和超强的武器红莲刃，他奔走各地，完成无数艰巨任务，渐渐地成为了英雄般的人物。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同样发现了黑色末日计划。之后，在营救人质时，他选择孤身一人前往谈判，但却遭遇到意外的强敌，被击败后身体一直在海加德沉睡，直到维拉的海底决战前夕才苏醒过来。这就是我们之前认识的克劳迪亚。而隔网新出现的克劳迪亚却给出了不同的身份，他曾经出现在激光工业盗窃案中，与洛斯林一起协同办案。他是维斯塔之焰的实验体，深陷怪物或英雄的舆论沼泽。他是联邦最杰出的秘密特工，是守护联邦首脑的秘密武器。与我们认识的克劳迪亚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便是出现的时间。从之前的档案不难看出，无论是执行者的家庭，还是对抗艾达之子，都是发生在大灾变之后的事情。而隔网遇到的克劳迪亚却是出现在大灾变之前。究竟谁才是真的？或者两人本就不是一个人呢？说他们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证据，那便是对待猫咪的态度。根据克劳迪亚的拟态叙述，他是不怎么喜欢猫的，但是在 PV 中他却可以与猫嬉戏。是什么让克劳迪亚做出了如此大的改变？这就要问一下我们的好上司海加德了。幻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接触到的所有资料都非上帝视角的资料，而是来自海加德或者是各方势力的编辑。比方说现实中，我们对历史的考据也是来自于各种文学资料。那么倘若这些资料中掺了假呢？事实上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被海加德欺骗。在斯帕克的叙述上，根据资料显示，斯帕克是领业委托技术部制作的，但真相却是斯帕克是雷比利亚制作，用来陪伴磊贝的特别机器人。所谓的资料不过是领业对外掩人耳目的说辞。无独有偶，在 4.0 版本，我们又接触了一个谎言。从亚夏版本开始，元能瘟疫这个概念就已经根深蒂固在每一个玩家的脑子中，但当隔网版本新开，一个全新的词汇便立刻取代了它，那便是时空异变灾害。这才是大灾变之前面临的危机。之后随着主角的探索，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异化现象，并不是因为元能的辐射，而是因为超空间内裂空体的袭击。这些都表明，在之前的版本，玩家一直都是被欺骗的。那么关于克劳迪亚，海加德是否在欺骗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位执行者，盾斧的持有者休马。休马曾经参与过一个海加德特别计划，这个计划的代号是 X-7 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有2个成功的实验体，一个是编号 T04 的休马，另一个便是 T03号的克劳迪亚。众所周知，现在的休马是由塞米尔偷出的拟态意识与海加德新提供的身体合成而来。那么克劳迪亚的意识和身体又分别来自于哪儿呢？梅里尔在大灾变之前是联邦的特派员，大灾变之后依靠海伦娜的人脉成功进入海加德，成为了执行者的一员。他的阵营转换既合理又丝滑。那么克劳迪亚呢？他是怎么从联邦特工风暴眼变为了海加德执行者的？如果说克劳迪亚的最大价值，那莫过于他维斯塔之焰实验体的身份。单是从 PV 表现就能看得出拥有着非凡的实力。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克劳迪亚并不是主动转了阵营，而是在大灾变中受伤严重，意识受损，只保留了强大的躯壳？X-7 项目刚好是意识与身体的分离，克劳迪亚的意识便是来自于03号实验体。不过这里依旧有个漏洞，为什么刚刚那么巧03号实验体就叫克劳迪亚？所以还可以有一个更大胆的假设，我们所认识的克劳迪亚记忆是被篡改过的。为了让他合理的给海加德打工，海加德杜撰了他的身世。既然主角的记忆可以被删除和备份，可见海加德的实力并非不可能。这也解释了红莲的刃主。红莲刃这把武器非常特殊，唯有克劳迪亚不仅可以驾驭它，还能将它的威力发挥到最强。如果他是维斯塔之焰实验体，那这一切都说得通了，因为他本就非常人。不过以上这些也只能是推测，没法实锤。但不论如何，档案肯定是有问题的。
前后两者矛盾点太多，档案已经不可信了。除此之外，本次 PV 内容也大有来头。在主线的7圣会议中，桌子上曾放着一篇报道，联合首脑基拉遭遇恐怖袭击。之后在官方的动态中再次提及到这次袭击，现在 PV 中又详细的展现了一遍。事实上，这次袭击还真的很重要，是7圣图中的战士奉命寻找安托利亚进入超空间之前藏起来的东西。小峰之前就猜测东西在基拉手中，这很可能会是第2次时空回溯的关键。PV 以此为引子，召唤出克劳迪亚也就不奇怪了。这次 PV 还有一个看点，便是结尾的圆环建筑了，这里大概率就是格网的最后一片区域——格索托斯智能城了。啥？你管这叫城？我们先来看一下智能城的建设背景。在第1次时空回溯发动之后，连接超空间的门出现了，裂空体也被发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创建一座城，应该要造什么样呢？没错，必然会是坚不可摧的堡垒。从超空间 NPC 口中可以了解到，他们觉得只要智能城建好就安全了。从画面来看，圆环也不只是单纯的地面建筑，在空中也有着半圆形的防护罩。再考虑到幻塔已经出过地下区了，那么智能城建在地下的可能性就更高了。不过小峰觉得智能城更可能创建在一处独立的空间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隔绝裂空体的影响。不过以联邦政府的科技水平，真的能做得到吗？只能静待后续了。关于克劳迪亚的更多资料，让我们18号下午测试复健。关注小峰，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